今天呢，我们教你来生成各种风格的汉服女孩。那汉服对于中国人或者东方人来讲的话呢，是一种特殊的风格啊，而且呢是大家比较喜欢去生成的一种风格。那在这个风格表现上呢，其实呢除了有不同的这种绘画特点、人物表现、朝代的区别，其实呢还会有很多的细节。那我们尽量呢会把这些细节呢给大家表述清楚。那下边呢我们就看这些图片它到底是怎么来生成的。这儿呢我们会用到一个模型啊，叫 Automix， 这个是一个骨干模型，也就是一个 U-Net， 并且呢是 Flux 的一个微调模型。这个模型呢可以生成非常棒的人物、景物或者是静物。那我们可以通过它的示例图片呢，大家会发现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风格。比方说这个瓢虫啊，做的就非常的逼真，对吧？包括各种各样的人物效果。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质量呢，的确是非常高的。它的使用呢也非常简单，你把它下载下来，放在你的 U-Net 或者是 Diffusing Model 里边就可以了。好，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怎么去使用这个东西。那我们先来构建一个基础的 Flux 的工作流，添加采样器。下边呢，我们调整一下参数，宽高调整一下啊。这儿我们采用竖屏的，所以说呢，我这儿使用768×1024。好，最主要的来了，我们把模型选上 Automix。下边呢，我们用一个提示词来作为测试。那我们还是采用这个古典美女来做一个基础的测试，大家看一下。我们来看生成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对吧？而且整个的这个表现呢也非常的到位，人物呢也非常的精致。而且你注意啊，它对于背景的这个处理的话呢还是比较棒的，就是它不会有太多的模糊在里边，有一个基础的这种视觉的模糊，但是并不会像传统的 Flux 它背景变得非常的模糊。那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对于提示词的这种控制呢也是比较精准的。比方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示词啊，一个漂亮的女孩，手指指向右边，长头发大眼睛。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提示词呢给它放到传统的 Flux 模型，也就是我们基础的 Flux 模型里边，你会发现它生成的那个东西呢不太容易控制啊，你需要抽卡才能得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满意的一个图像。但是针对于这个模型来讲呢，它对于提示词的这种处理呢就相对的合理一些。下边呢我们来生成一下，大家看一下。大家注意啊，这个手指的动作都是可以完美表现出来的啊。注意我这儿的确是随机生成的啊，不是我事先设计好的。我们再生成一个，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可以改一下分辨率，比方我改成6280×720，一个横版的，再来看。很明显啊，这个时候指向右边这个感觉也能看出来了。注意啊，这个右边指的是它的右边，我们是它的镜面啊，所以说大家注意这个左右的一个区别，对吧？那我们可以再生成一个，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而且这个手指虚化的效果处理的也非常棒，人物的肤色呢也不会像传统的 Flux 那么的具有这个塑料质感。那下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和这个 Laura 的一个融合的程度啊，那我们来加一个 Laura。同样我们使用小红书的 Laura， 这儿呢我 0.8。 好，下边呢我们再生成一遍。那整个的一个小红书的这个人物的感觉就出来了啊。但是你要注意啊，小红书的 Laura 加入之后呢，其实会让整个的背景呢受到伤害。那就是当我们加入了这个之后，你会发现背景呢一般是一个较单色的背景，或者比较简单的一个背景，不会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在里边。当然这个也属于这个小红书第二版这个 Laura 可能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啊，这个表现还好，对吧？那么大家会发现我们通过了这么多的测试，你注意这个人物呢几乎是可以保持我们要的那个关键性的动作，就是手指指向右侧。这也说明了这个模型呢
它对于提示词的敏感度呢还是够高的。由于显存的原因呢，我这儿没有用传统的模型去测。如果在一个工作流里边，我既用 AutoMix 也用传统的 Flux， 那我这个肯定会崩掉啊，所以说没有办法给大家去演示。那么大家可以自己跑一下，注意传统的 Flux 在这个提示词下啊，它生成的这个结果呢是没有办法完全保证正确的。那我们需要可能不断的去抽卡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图片。好，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基本的测试。下边我们简单看一些例子。那么这3张是用同一个提示词来生成的，同样是宫殿里的古典美女，大家会发现非常的棒。那这是2个这个武士的一个效果，当然这个风格呢，其实你可以叫 2.5D， 因为它偏向写实和动画之间，那整个的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完全动漫的一个风格。而且是一个日本动漫的风格啊，通过这个人物你大概也能看出来。这个呢是我测试的一个叫堕落天使的一张图片啊，一个女孩，然后有一个翅膀，但是翅膀其实有点假，明显像做上去的。但是整体的效果，你注意啊，这个女孩的神态，这种堕落的感觉表现的还是非常棒的。这个呢是一个纯写实的女孩，大家注意，整个写实人物在肤色的表现自然的状态，背景的虚化上都处理得很好。背景有一些虚化，但是并不是像传统的 Flux 它虚化的那么明显。所以说呢，大家看一下，非常漂亮的一张图片。这个呢同样是那个堕落天使，但是它是一个 3D 风格的。那这种动画人物的风格呢，就会让整个的这种图像呢看起来更加有质感，而且这里边有骷髅是吧？有铠甲，有美女有天使之翼还有红色的玫瑰，有比较好的背景。那同样这个背景呢也是很有层次，这个呢就是一个东方人物，而且我们采用了一个眩光的效果所以它有各种风格的光在它的脸上，有冷光有暖光，那你会发现表现的这种层次也是非常到位的。那这个就是一个超写实的作品就是说我们用了一个飞翔的一个女孩也非常的棒，传统的东方女孩。这个呢是我测试用的一些例子下边呢我们回归正题，我们来生成各种各样的汉服图像。那汉服有多少种呢？我们应该去表现哪种风格呢？在绘画方式上又有哪些差异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所以说呢，真正来做的话呢，是大语言模型来做的我用的是 Cloud。所以说我在这问了他一下，我想测试一个纹生图模型对于汉服女孩的一个展示效果。所以说呢，你来帮我想10个图像的提示词，然后呢，尽量要保证这个图像的多样性不要趋同。所以说呢，他就帮我生成了10个提示词。而且为了让大家去看得清楚呢，我让他给每一个提示词呢也起了一个名字比方第一个叫荷塘仙影，上面有英文提示词，下边是中文提示词。你注意这个英文提示词不是最终的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呢，我其实在我们的提示词模板里边又进行了一下强化，所以说最终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而是我用这个关键词放到这儿，然后它又生成的一个。那我们就简单看一下每个生成的一个效果这是第一个提示词。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通过刚才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这个呢是中国古代美女而且它是一个明代的汉服，坐在荷塘旁边，柔和的午后光线，精致的刺绣细节，空灵的氛围，肖像拍摄，超写实的一个数字艺术风格。那我们可以看生成的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棒，对吧？这个是完整的提示词，回头我会把这些图片呢放到我们的这个工作流里边大家呢可以直接把这个图片拖到 ComfyUI 里边，然后你细致的去看这个提示词。这样呢我就不去解释了，因为要耗费的时间特别多。那同样呢，我们注意午后阳光，坐在池塘边上，当然那个时候是不是有砖头这个不好说然后池塘的这个效果远景的虚化也是非常漂亮的不是一个完全虚化的背景。然后女孩的一个妆容包括服饰的一个效果，刺绣的细节，这个都表现得非常的棒所以说这是我们说写实风格的提示词。然后呢我又加了一个小红书的 Laura 重新生成了一遍，这个也非常的好看所以说生成写实人物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小红书的 Laura 来做一些加强。
那下边我们看这个风格啊，这个风格很明显，同样是一个汉服，但是呢，就有点像大家比较喜欢看的这种 3D 动画片的效果了啊。当然，我这生成了很多张啊，我们就看这个。那简单看一下提示词。这个呢，我们叫做秋风追影啊，很明显啊，通过这4个字大概也能知道，是一个身穿宋代汉服的少女，奔跑在红枫林中啊，飘逸的丝绸，动感的秋景，测试图，然后是一种动漫风格的渲染，是不是完全符合？这个构图非常的漂亮。下边我们看另外这个风格。这张图片特别的有意境，这个喜欢国学或者喜欢这种比较宁静的，或者是年岁比较大点的，可能都喜欢这种风格的图片。那你可以生成很多这样的图片，在抖音上去发一发啊，说不定会有很多的流量。那我们看这个是什么呢？它叫月下琴韵，是吧？是优雅的唐代汉服的一个贵妇啊，古典园林，凉亭古筝，孔雀图案。月光细腻的布料质感，电影版的灯光，所以说这是一个电影质感的孔雀图案，这个好像没见着，衣服上有吗？这个我没细看啊。同样我这生成了 N 张，这个孔雀图案好像都没有表述出来啊，但是这几张图片的这个意境都是非常棒的啊。下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家应该都熟悉了啊，其实是一个古代的女武士，她站在长城上面，对于整个的这个画面的描述呢也是非常棒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我们叫做塞外刀锋，是一个军装汉服的武士公主站在长城上，手持古剑，夕阳余晖，戏剧性的姿势，史诗般的场景，是一个概念艺术风格，所以说它不是个写实的。有人说什么叫概念，什么叫 3D 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特别好的做一个区分啊，反正就很漂亮就对了。下边呢，我们看这个就特别像这个工笔画画出来的一个效果啊，非常精细的。当然说它算写实吗？也算是吧。这个没办法给一个具体定义，我看这个叫什么？这个呢，我们叫做宫廷插花，是汉服的宫女啊，宫廷插花玉佩黄金时刻的灯光，然后精致五官。哦，它这写的是一个油画风格，它这么一说，可能我们能感觉出来是一个油画风格。大家看一下啊，整个的质感表述的也是非常棒的啊，尤其是人物的细节、服装的细节、花的细节。非常精细，这个背景就完全没有虚化了，非常精细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啊，这个大家可能都能猜出来，这是一个赛博朋克的啊，现代的人穿了一个古代的装，但是呢，我还希望它表现赛博朋克的风格，所以说我们看一下提示词，是融合汉服设计的一个摩登少女啊，街头摄影，然后呢，霓虹灯，下雨效果，赛博朋克的元素与传统图案的一个融合。下边这个叫做双树舞鹰啊，当然是2个人，是双胞胎姐妹，穿着配套的汉服，在樱花园里边翩翩起舞，粉红色的花瓣飘舞，构图对称，重点是这梦幻水彩风格，很多动画片都是这个风格的啊，尤其是在一些这个表述爱情类的这种动画片里边，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我们看一下，哎，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啊？我们可以在一些特定的故事背景下啊，可以用这样的一些风格啊，表现的更加的浪漫，更加的温馨。下边这张图呢，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图，非常的有意境，就是用这种构图呢，展现出来啊，非常宁静的一个特点。很少能生成这么高质量的图。同样的提示词我又生成了一张，那这张图呢，其实和这张图我觉得就已经不是一个水平的作品了。那我们看这个提示词写的是啥？叫做书房静静哈，这个名字起的有点怪啊，是书房少女穿着简约的汉服啊，然后有古卷、水墨元素、竹影宁静的氛围，极简的艺术风格。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啊？下边呢是一个节日风格的，这个就很俗了啊，没什么好说的。它这重点说的是元宵节，很多人在可能逛灯会啊，就这么一个意思。我们可以看一下节日庆典活动啊，多个身穿着鲜艳汉服的女孩提着灯光啊，背景有烟花夜景，而且是多人构图啊，充满了活力的一个数字艺术。最后一个也非常的漂亮，叫一盏清茶啊，身着汉服的少女做传统茶道，有蒸汽的效果，
手倒茶的一个镜头特写，禅宗氛围啊，就是有点这个就是佛教的那种感觉，是吧？透过纸窗的柔和光线，它是一个影楼的摄影风格，所以说这个呢有点突出这个真实感，是吧？而且它本身可能有点神秘和简约的这种风格在里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生成了3张图，大家注意，这是第一张，这张呢还好吧，就是可能我觉得不是质量最好的啊。后边2张质量会更高，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个女孩一个简约的汉服的服饰，然后灯光透过窗户，然后蒸汽的效果，然后倒茶的特写。当然这个就不是倒茶了，当然我们不用去管它啊，我们对茶道不太清楚啊，不知道茶道里边是不是有这么一项，反正我第一眼看上去有点像它在点香，对吧？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10张图片，那么其实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绘画的技术以及整体的风格展示了汉服的一个表现手法。那么大家应该从这里边做一些基础总结啊，就是说，如果你想体现汉服或者中国元素里边的汉服，你更喜欢用哪种风格，或者说你在某一个生成的目标下边，你会采用哪种风格，心里尽量的有一个数。这样的话呢，你在做的时候可能就更加的有目标性一些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这种学习的过程可能都是经验的积累，让我们后续的工作变得更加的顺畅。好，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